最近南非發現嘅新變種病毒 Omicron 啊，都令到全球嘅股市啊都出現一個恐慌性嘅拋售。雖然世衛啦就話需要進一步嘅研究，去到全面了解病毒嘅傳播性同埋殺傷力，但係從各國政府嘅態度嚟睇咧，都見到呢一個新嘅病毒咧都有一定嘅威脅性。假如疫情再一次喺全球散播，感染嘅人數再一次攀升，令到各地嘅政府係需要實施一啲嘅防疫措施，包括係封城或者係一啲限制社交距離嘅措施嘅時候，咁究竟又有咩嘅投資板塊係可以值得留意呢？今日就想同大家去到分享下先。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nt，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參考過去1年疫情爆發嘅時候，其中有5個嘅股票板塊，我認為係值得關注嘅。疫情最高峰嘅時候，普遍公司都會要求同事咧係留喺家居工作，避免人與人之間嘅接觸。假如疫情再次係出現大爆發嘅時候，預料將會係受惠到一啲遠程在線辦公嘅科網企業。其中從事呢一個行業嘅公司就包括有 Zoom 嘅視像會議系統，同埋 DocuSign 提供一個電子簽名解決方案嘅公司，都有可以成為疫情期間嘅受惠股票啊！但係如果睇翻 Zoom 近期嘅股價啦，就可以見到佢嘅股價喺短短1年已經係跌咗大約50%。咁主要嘅原因啦，就係因為疫情啦喺早前已經係有所緩和，咁都係減慢咗 Zoom 嘅增長速度。另外，競爭對手 Microsoft Teams 亦令 Zoom 嘅業務帶嚟一定嘅競爭壓力。不過，假如疫情再一次嚴重起嚟嘅話，咁相信啦一啲在線辦公軟件股票重新啦都會有一啲嘅炒作空間啦，咁都有機會令到 Zoom 係可以再一次起死回生嘅。第二個受惠嘅板塊會係一啲家居娛樂同埋社交平台。假如疫情再一次掀起嘅時候，好多人啦都會係減少出街嘅次數，都會係盡量留喺屋企啦，盡量係減低感染嘅風險，都會係多咗時間留喺屋企嘅。為咗消磨時間，啲人啦都會用唔同嘅串流媒體同埋社交平台。所以喺呢一段時間，呢一啲嘅平台嘅活躍人數啦，都會係顯著提升。對於從事相關行業嘅公司，絕對係會有一定嘅幫助。而對於投資者嚟講，亦都係一個絕對值得留意嘅投資機會啊！配合埋近期熱門嘅元宇宙概念咧，我相信呢一啲嘅股票板塊都會係持續受到追捧嘅。社交平台方面，可以留意 Facebook、Snapchat 同埋 Twitter。而至於家居娛樂方面啦，就可以留意 Google、Netflix 同埋 Roku。而最後遊戲開發商嘅板塊就可以留意包括 Roblox 同埋 Unity 等等嘅。講到疫情啦，當然要提及下疫苗相關嘅行業啊。就因為 Moderna 嘅研發能力係最高啦，如果投資者係有興趣投資喺相關嘅行業嘅話， Moderna 啦會係行業嘅首選啊。其次嘅就係疫苗公司 BioNTech 同 Pfizer 等等啊。幾間疫苗公司啦都話可以咧喺100日之內咧係可以研發到對抗 Omicron 嘅疫苗啊。假如發現現有嘅疫苗係唔足以抵抗新嘅變種病毒 Omicron 嘅話咧，呢一啲疫苗公司啦就需要研發同埋大量生產相關嘅疫苗啊。而受到呢一個嘅消息影響啦，已經係見到相關嘅疫苗股票啦喺短短幾日啦就已經係上升咗唔少㗎喇。當我哋係回顧翻上年疫情嘅時候啦，都可以見到電商股啦都係成為咗疫情嘅大贏家。雖然 online shopping 已經係成為非常之普遍嘅大趨勢，但係假如疫情再一次係來襲嘅話，網上購物嘅需求啦會係再一次增加。
咁將會係受惠到電商同埋外賣相關嘅行業啊。咁我個人嚟講啦，就比較中意一間幫中小型企業開網店嘅公司 Shopify。不過一啲大型嘅電商股，例如係 Amazon 或者係東南亞市場嘅電商平台 C， 都係一啲可以值得考慮嘅選擇。另外，假如新一波嘅疫情係嚴重起嚟，令到唔少人要係留喺屋企抗疫嘅時候，一啲嘅外賣平台嘅需求都會係顯著增加嘅。其中投資者可以留意下美國最大嘅在線外賣平台 DoorDash。咁呢一隻股票亦都係一個幾吸引嘅選擇嚟嘅。咁雖然 DoorDash 最近嘅表現都係唔係太理想啊，但係假如疫情再一次爆發嘅時候，相信都會對呢一間公司嘅股票係有正面嘅幫助嘅。連帶住電商嘅相關行業就係呢個物流嘅板塊，其中包括陸運、海運同埋空運嘅運送公司。假如網上購物嘅需求係增加嘅話都會係受惠到一啲物流公司嘅業務啊。另外由於出口嘅需求係大幅上升，航班同埋船期都會因為咁而係變得越來越緊張啊。變相都可以令到呢一啲物流公司可以提高收費，咁都變咗佢哋係可以賺取更高嘅盈利啊。另一方面，喺上年疫情嘅高峰，相信大家仲記得原油期貨嘅價格係曾經跌至歷史性嘅負水平。而如果疫情再一次要令各國係需要封城同埋實行一啲嘅家居令嘅時候，都會令原油嘅需求係大幅減低，令到原油嘅價格係大幅下跌，都會係受惠到一啲物流公司喺成本方面係可以減低嘅。喺美股方面，可以值得留意下最大嘅物流公司，包括有呢個 UPS 同埋 FedEx 嘅。而至於喺港股方面可以留意下中遠海控1919、嘉里物流636同埋東方海外國際316嘅。總括嚟講，目前我哋對於 Omicron 呢一個嘅新變種病毒嘅認知都係處於一個好初步嘅階段。無論係佢嘅傳播能力，以至係佢嘅殺傷力都好，我哋都係未太清楚住嘅。不過，就算變種病毒嘅毒性比起以往嘅強，各國政府已經係累積咗一定嘅抗疫經驗去應付新一波嘅疫情。當然，我哋唔希望疫情再一次惡化啦。不過，假如有新一波嘅疫情嘅話，投資者都可以關注頭先提及嘅5個投資板塊嘅。最後，我哋和你賺最近就推咗一份新嘅免費股市月報，有興趣訂閱嘅朋友可以去到 description 咁我條 Google Form link 度填翻你嘅名同埋電郵地址就得噶啦。多謝大家收睇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